他将永生地活在烈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昭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昭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，不要！人神魂内合，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人就会彻底灰飞烟灭。不，停下！快停下！不要！我要怎么才能按住他？司马昭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你醒了？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。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睡了一个好觉。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，这灵药可。
你怕什么？你说我怕什么？师祖饶命！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不饶。怎么？不喜欢？不喜欢。看来你这次受伤还真挺严重的，连真言之势都失灵了。你方才说不喜欢，难道你很喜欢？你为什么非要逼我说真话？想知道一个人的真心，方法有很多。没了真言之事，我现在仿佛也能辨别你说的话是真是假。这气氛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来那小火苗说的是真的，司马娇真的喜欢我。金谷天的特产可以清心凝神，给你体验一下。这人哪像刚受过重伤的样子？此地是那人幻化出来的灵境，再过半日，这里便会消散。哦，怪不得这天都不会黑的，也没有追兵。哦，对了，那个高人让我转告给你，说这个世间还有其他灵火存在，什么意思啊？恐怕是诗仙侣私自蓄养的那簇灵火，还未熄灭。诗千缕为何要饲养灵火？灵火不是你司马一族才能供养的吗？你可知晓，司马氏一族飞升成神之事？庚辰史上有写，许多年前，司马一族有许多仙人大能们借助雷劫飞升成神。飞升成神，只不过是这世间的一个笑话罢了。从前，没有仙人飞升，这天地间便会灵气充裕。这我知道，书上说，是因为仙人飞升，神界与下界之门连通，灵气注入凡间。真实的缘由是，那些飞升的仙人，并没能去往神界，而是消散于这天地之间。神魂与肉身，化为了精纯的灵气，反哺于这世间。如今，司马氏一族即将灭绝，便是这冥冥之中的气运天道，要灭司马氏。怪不得八大宫跟师氏敢这样毫无顾忌地算计你们剩下的司马氏族人，就是因为知晓，那些所谓飞升成神的显赫风光，都是假的。除了司马氏一族的人，无人知晓，结束飞升诅咒的方法，就是融合灵火。啊，这种惊天大秘密你就告诉我了？对你何需要有秘密？现在看来，诗千缕是知晓了这个秘密，才起了贪心，所以他养灵火，想获得长生，是吗？对，他创造了百凤山，就是要以换血秘阵获得凤山血液，这样他才拥有融合灵火的基础。可我如今已经毁了百凤山，他应该无法继续供养灵火。但照那老东西所说，诗千缕那簇灵火未熄，说明他在别处还藏有凤山血脉。换血来获得长生，诗千缕胆子可真够大的。你现在是不是打算除掉他？杀了他如何能够？我会在滋养诗氏一族的9座灵山埋下暗火，待我找到诗千缕的那簇灵火，我便一并点燃灵山的引线，摧毁诗家100年的妄想。可是你刚醒过来嘛，要不还是先养养伤吧。我不会医术，你要是再倒下了，我救不了你怎么办？无妨，毁掉诗家的阴谋，我方法多得很。
只要我不想，无人能伤我性命。那你现在还想死？算了，从今天起做一个心平气和的人。说起来，我和这祖宗神交后没少在心里骂他，莫非都被他听到了？没错。祖宗，求你不要再跟我的脑子隔空对话了。等等，我之前那么骂司马娇，他都没反应，也没恼羞成怒一巴掌打死我，莫非是真爱？没听见吗？你没听见吗？我要休养生息了，祖宗请自便。请你平心静气，不要搞事。这就是平心静气啊！你有你的床，你回去睡。我的床榻就在这里。以前入睡不是还有问题吗？现在睡得比我还快。咱俩到底谁是咸鱼呀？花容雪到，齐乐天到，咏令春到，咏时秋到。今日讲的是神魂与灵府。一个人的灵府是最隐秘的地方，绝对要保护好。若被闯入灵府，非死即伤。夫子，那道侣怎么说啊？安静！哪怕是道侣，也不会轻易进入对方灵府，这是很危险的行为。若你真的有幸遇到能同舟共济、同生共死的同道道侣，或可尝试。但如今你们还年轻，也不知险恶，可千万莫要只顾贪图一时欢愉，而误了大事。怎么感觉我和司马娇像偷尝禁果的问题学生啊？神魂的交融是最亲密的联系，往往一人死，另一人也无法独活。这便是因为神魂的联系太过紧密，感情太过深刻，以致无法分割彼此。所以大家万万不可在此事上轻忽。还没谈恋爱就直接快到生死相许的阶段，我和司马娇现在分床睡还来得及吗？不对，我不知道这些就罢了，司马娇怎么可能不知道？难道他已经完全把我当作另一半了吗？
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刺最好？动手！动手！你们干嘛非要逼我？老板，您怎么还碰瓷儿呢？师祖，醒醒！师祖，吵死了！你还好吧？怕了？当然怕了，我连鸡都没杀过，上来就让我杀人，您怎么自己撞过来了？放心，这是解开封印必要的一环。什么意思啊？后戏就要开始了。中计了！司马萧是想引我们八大宫前来，用我们的血解除封印。快走！往哪儿跑？是灵火，出不去了。师祖，这恐怕是个误会，我们绝无恶意。至少我们天之宫，绝没有对您不敬的意思啊！果然，你新月夜会虚弱一事是个谎言。现在才意识到，迟了些吧？跟他拼了！司马昭，你凶残至死，简直就是个魔头！司马昭，你不得好死！司马昭，你千错万错，没想到还少了一个星河灿吧？只有八大宫的直系血脉才能解开封印。那星河灿平时胆小如鼠，现在却使你计划落了空，也算是立了一大功啊！你怎知少他一人，我的一切计划就落空了呢？你们送进来的人，我当然要好好利用。
终于等到这一刻了。师祖，您还好吗？我已经忍着家眼的封印很久了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。那就好。封印竟然被解了，果真，灵力被削弱之事是假的。师祖传出谣言，定有他的谋划，想必里面一定是一片血海。别说了，去看看。你看他们每一个人走出去都是令人畏惧的大门。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，多可笑！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。什么？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关久了，饿成这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遭受过的痛苦都要一一讨回来。我可没这样说啊！你狗多！师祖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哈。你不想死，
当然不想死，我刚刚都要被吓死了。世子出关了！什么？快！恭迎师祖出关！恭迎师祖出关！廖廷彦，你侍奉不周，险些颠覆先府命脉。师祖，弟子今日就替您清理门户。师祖，恕罪呀！岂容你在我面前放肆？师祖饶命，弟子只是担心师祖。怕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这位弟子是四时之宫的吗？竟得师祖如此青睐。我也从未见过这位弟子。师祖之前可是对我们宋锦山的弟子大开杀戒，怎么偏偏留下个修为低劣的3灵根弟子，有何用处？当初送弟子入山之时，抱着何种心思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你，师祖，今日三神山被毁成这样，不如您先去白鹿崖暂住，等弟子们把这里修葺完毕，再请师祖回山。还想将我押回来再封500年？师祖，您误会了，我是……行了。师祖，您不会因为我目睹了您的杀人现场，就把我灭了吧？你在想什么？师祖，您要杀就杀吧，别玩我心态了。如果杀累了，要不就回去洗洗睡了吧。那便依你。师掌门，师祖，这是何用意？老板，师祖，我还想活，您千万别杀我。那便留你一命。你看我们如今哪儿还像庚辰仙府的掌管者，只是8大宫延续仙府荣光的傀儡罢了。这就是人心的贪婪，把我们逼至绝境。司马石与司马鄂结为道侣，绵延凤山血脉，鸳鸯灵山之火。哦，不哭啦。鄂儿，你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。那就叫他娇儿吧。这个婴儿竟是师祖，那这2个人是师祖的母亲和父亲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用的，他们分明是要困住我们司马氏族人。我太祖婆婆已故去，需出山安顿，你们封闭白鹿崖，这是何意？稍后我们会派人将太祖娘娘接出山安葬，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府，
派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八大宫居然这么明目张胆，这和将我们当做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阵法乃八大宫联合封印，只进不出，还请师祖莫要徒劳破阵。从师祖的上一代开始，就逃不过被八大宫联合封困的命运吗？师祖，师祖娘娘，你不是护送太祖婆婆的尸身去阵法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昨日，八大宫公主特意打开封印阵法的缝隙，让我将太祖婆婆的尸身送去崖外安葬。结果，快说！结果，那些八大宫之人竟然将太祖婆婆的尸身给享酒宴之欢。这简直是畜生！师祖的父亲是疯了吗？他是想毁了白鹿崖吗？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就是啊！哎呀！不是！死了！现如今，只有司马鄂与他的儿子是能侍奉灵火的司马氏血脉，这不能让他们也死了。不要！如今要尽快让娇儿与灵火相融，这样八大宫的人便不敢对他出手了。若是融合灵火，他将永生的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乐儿啊，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她拥有凤山返祖血脉，至纯而强大，她便是我们司马一族重振的希望。你可知炼化凤山灵火的代价？一旦失败，你母子二人都会死，司马氏就彻底灭族了。我没有选择了。今日我奉上血肉和灵骨，你可愿意为我涅槃，与我的娇儿融合？我最不想要的，便是你的性命。罢了，这世间我也看腻了。从此，你便是世间仅剩的司马氏血脉了。我是被埋了吗？谁埋的我呀？祖宗，蛇兄下火苗救我！看，
吓成这样，您干嘛把我放棺材里啊？谁让你自己选了一株毒花？我见你昏迷3日，无力回天，自是要给你个厚葬。哼哼。好了，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。您不是说，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这区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，心情平静愉悦，骨珠结灵花；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正是他妈妈骨珠开出来的花。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接人伤罢了。没想到，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8大宫的联手封困，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，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。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啊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又是毒药。那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，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。只要我想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啊，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我昏迷这3天里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？你想让谁找你？那看来就是没有了。这跟下了飞机没有一条信息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祖，您看啊，既然已经出山了，您留着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在这儿也白吃白住的，要不我就回青谷天吧。青谷天比得上我这里啊？说比得上，这祖宗又要生气了。他刚才还为我做了神农氏呢，看来现在是把我当做心腹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让我跳槽。你要是说比得上，我就杀了你。比不上，比不上。那我请个假呢，我想去看看入陵。不允。你又不清楚他人底细。算了，等我找机会，做着蛇兄偷偷去进入陵。师祖，仙府确实还在延续死斗旧习。今日比试即将开始，8大宫的新宿弟子已经赶至武斗场，师掌门还有8大宫的公主，应该也会赶过来。
师祖，弟子有一事想请教。八大宫那些人，这500年来让您受了那么多苦，为什么不在我们出关之日将他们都杀了？万一他们联合起来，要再度封印您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若是都杀了，庚辰仙府这一大堆烂摊子，难道要由我来管？您可以扶持拥护您的新公主来管理仙府啊。哼，世人皆贪婪，岂会有人真心拥护？那师祖，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们吗？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怎会如此便宜了他们？我要让曾经那些欺辱过我的人，在恐惧中备受煎熬，亲眼看着自己最珍惜之物被摧毁，在经历了绝望的炼狱之后，再让他们死。那这其中也包括诗千缕吗？诗千缕。师祖，您现在的身体愈发的虚弱了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，对你伤口恢复有帮助。我死了，他们的灵魂梦也就破灭了。唉，您再生气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！来，把汤喝了，乖。师祖，吃点。师祖不吃，那可以赏给弟子吗？这汤药是什么东西？是司马氏族人的血。为什么要骗我吃这些？诗千缕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，师掌门为的是让你伤口快些恢复，供养凤山灵。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八大宫只是提线木偶，诗千缕才是最有意思的那个人。我看那诗千缕的修为还不如其他几位公主呢。既然其他公主境界已不受真言之事所控，那我们就从诗千缕身上下手好了。无能只是诗千缕的伪装而已，她定有防备之计，切勿打草惊蛇。让其自乱阵脚，才能使其露出破绽。这只畜生竟然会说话！小心！殿下，安好护心灵，先护送特妃离开。这里交给我，快！多谢小师叔，走，平城。你在这偏厅稍等我片刻，我救完外面的客人就回来找你。殿下别走，我害怕。可是外面的人，我不在乎，我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好。平常你听我说，外面的人不是来参加我们婚礼的客人，就是我的亲兵和家仆，我不能置他们于不顾啊！他们难道比我重要吗？
我是你的新婚妻子，你岂能抛下我去救那些旁人？冰城，你相信我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等我。你竟然还会用符咒！叶惜雾，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没事没事，快快走，泽宇，快！泽宇，泽宇，你怎么了？小魔神呢？难道他没逃出去？没事，快走吧。小魔神要是出了什么事，就全完了。快呀！太疼啊，走不了了，爹！怎么了？腿怎么了？惜雾，你不能让惜雾进去啊！这便是复仇的滋味吗？似乎也没什么意趣。澹台剑，澹台剑！原来是你。这是护心灵。叶大小姐，收好你的新婚礼物，祝你新婚快乐。完了，最后一张符也没了。便是拥有掌握他人生死的力量。我也未曾觉得心中产生波澜，只有那一刻。才感受到了一丝不同。澹台剑，叶惜雾，我放过了你，你却不放过我吗？
太好了，谭太监，你没死，我也没死，我们都活下来了。叶惜无，你不是恨我吗？为什么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，也要救我？闹出如此大的阵仗，竟然找不出作乱之人。陛下，此事颇有蹊跷。那乌鸦虽为妖物所化，凶狠异常，但全场宾客竟无一人丧命，多是被吓晕和灼伤了脸。哼，这些妖物定是有人在幕后操纵，贼人居心叵测，孤绝不姑息。查，给孤继续查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是。原来，靠吞噬妖物所获得的力量是会消耗殆尽的。若我也能像萧凛那样懂得如何修行，就可以不用仅靠吞噬妖物来维持力量了。不知道那门派……谭太监，谭太监，你哪里受伤没有？我帮你看看。哎呀，我们都是同生共死的交情了，你不要害羞啊。我没有受伤。萧凛剑术那么厉害，都伤了几处，你竟然毫发无损？你是在怀疑我吗？没有，啊，我在夸你吉星高照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想要活命，就必须要躲起来，不像某些人。不管不顾的，只知道到处乱跑。我还不是为了救你，你这个小没良心的！若不是我跑得快些，你早就被鸟给啄死了。你为什么要回来救我？我心眼好啊，换作是谁落难，我都会救的。当时整个王府落难的人都知道往外跑，你是不是专程为了救我，才跑回来的？我因为我喜欢你，行了吧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救你一下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你喜欢我？就像话本上说的那样，刚开始相看两厌，后来日久生情也是有的。你救人，是因为喜欢？
究竟什么是喜欢？喜欢就是不想让他死，想跟他待在一起，看不到他会着急，看到他了就会高兴呗。对不起，小魔神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喜欢，比起力量，实在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好啊，既然你喜欢我，那不如你就教我画符吧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待在一起了。你要学画符做什么？因为我也想像你一样，可以保护自己喜欢的人。小魔神竟然也有想保护的人。嗯，好啊。我答应教你画符，你要答应我好好活着，我可不想再豁出命去救你。好。你来做什么？言出必行，我当然是来履行承诺的啦。教我。我教你什么好呢？你那日在萧灵府上用的那种，可以击退乌鸦的。那不行，那种符太危险了。你一个外行，万一不小心画坏了，把屋子炸了怎么办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就凭你叫澹台烬，我就不会教你能杀人的符咒。那你要教我什么？啊，有了，看好了啊！我今天先教你这个。好了，就这样，一张符就画完了。不过还得配上相应的咒语才行。好看吗？这符咒有何用处？此符名唤剑声。我小的时候啊，总是要闹着跑出去玩。我的有个仙君，便教了我这符咒，即使待在方寸之地，也能神游天地，而且每次画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呢。这些修道之人，真是无聊至极。
不想着如何精进修为，反倒耗费时间做这些无用之事。此言差矣。先者云：身心意谓之三家，三家相见者，单成也。虚其心，则神与性合；静其身，则精与情济；意大定，则三元混一。身心意合一，便能修成金丹。如何才能合一？精化为气者，由身之不动；气化为神者，由心之不动；神化为虚者，由意之不动。灭情思，绝爱恨，方能见宇宙，见众生。这便是无形道的不二法门。不过这都扯远了，条条大道通正途，无情道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条路而已。好，我学。可惜，我探查过了，小魔神并无仙骨。此生即使再努力，也与仙途无缘。不过，只要能不坠魔道，做个凡人也是好的。叶希雾，你看我这符没画错吧？哦。可是这符为何没有作用？这画符也不是100%能成功的。你第一次画符能记住图案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何况这剑生符啊，看见的是这世间至纯至美之物，念咒时要心无杂念。特别是要心无恶念，才可能成功。你慢慢画，不要浪费了啊！记得要心无杂念的画。教我画符，自己倒是先睡着了，真有你的。你起来，把我教会了再睡。起来！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我还没学会呢。
你这不是剑圣符。我教你个新的，不开心吗？叶希雾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怎么一画起来就不知道休息呢？你干什么？你要是整夜的不睡觉，会死掉的。叶希雾，你乖啊，我们明天再学。叶希雾，你放开我！嘘，安静。叶希雾，叶希雾，因为我喜欢你，行了吧？喜欢就是不想让他死，想跟他待在一起，看不到他会着急，看到他了就会高兴呗。方寸海纳，一动神随机。三祖乃是晋国王室图腾，婚宴当天可有晋国人士？晋国至此，澹台烬当时也在场。传闻一月族可以沟通操控鸟兽，此事此子蛰伏多年，心机极为阴沉，留着终究是个祸患。陛下的意思是，勿要他的人头，做得隐秘些。奴婢明白。陛下，叶萧次子叶青羽今日从边关回来了。不记得此子年幼聪慧，做事极有章法，是一个不逊于灵儿的少年英才啊。是。听说这百姓们都夹道欢迎呢。哼，柱国大将军劳苦功高，在军中一呼百应，他这个儿子也算是青出于蓝，我看其声望啊，要更胜其父了。你说是怎么回事？都是一个爹生的，叶大公子烂泥扶不上墙，二公子却如此年少有为，青出于蓝啊！哎呀，不打紧不打紧，10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。切！谁在念叨我？二弟快回来了吧？今天天不亮家里就开始鸡飞狗跳，
全家上下一刻都不得安生。我站不住了，哎呀呀，可累死我了！我还是个有伤在身的人呢。二少爷回来了。二少爷，祖母、父亲，青羽回来了。老天保佑，终于把你平安盼回来了。青羽不孝，不能与祖母、父亲膝前承欢，请父亲责罚。什么罚不罚的？你是替大圣守江，还有比这更荣耀的吗？你虽不能在家尽孝，却对得起列祖列宗，对得起大圣百姓，爹，自豪得很。快起来吧！起来，起来！来吧，来吧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！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，不要一进门就罚来罚去的。二姐怎么不在？哦，西雾啊，他昨天晚上在阁楼不知道玩什么。青羽啊，你二姐这几日苦读诗书，那叫一个废寝忘食，大概是忘记饭点了。待会儿叫人给她送些饭菜就是了。对对对，不妥。祖母、父亲都等在这里，岂有小辈缺席的道理？青羽啊，西雾她还是个孩子。她已年过20，嫁为人妇了。哎，反正西雾已经嫁出去了。她嫁不嫁，一言一行代表的，都是我们叶家的家风。这个。